成亲次日，我就给夫君下了药，只因我听到了他与心爱女人的阴谋。毕竟相比于被休弃，我更乐意丧夫。成亲当晚，夫君派人传话说是醉酒不忍折腾我就些书房，明晚再给我一个完美的洞房花烛夜。我柔柔一笑，虽有遗憾，但更多的是喜悦。他一向这般体贴。半夜打雷，伴随狂风骤雨，我被惊醒，担心夫君着凉，忙速速起身，在素儿的帮忙下穿好衣裳，带着红花油伞匆匆往书房赶。已经子时又下着暴雨，除了在风中摇曳的气死风灯外，整个太尉府空外无一人。我被风吹得摇摇欲坠，给亏了素儿紧紧扶着。到的书房门口，许是被风的缘故，风力小了许多，书房还亮着一盏昏黄的灯。素儿收了伞，我正一敲门，里头却忽然传出一阵略显熟悉的笑声。我说玉成雷若如，你倒当真不可貌相，不仅战场上了得，撞上镜也过人。低沉趣味的嗓音在耳旁响起，不了得又如何虏获你芳心，从别人手中把你抢来，让你欲罢不能。然后便是一阵娇喘求绕声，我脸色瞬间煞白，伸出去的手抖了一下，然后就那么定定停在门边。里头的人竟然喊他玉成这个名字，他向来不允许我喊，我眼眶一阵三色，不知不觉蓄了泪。去年我生辰，他满目寒心的望着我，唇角勾笑，轻轻印上我的。彼时我一时心动，脱口而出，高哥哥，明年我便是你的妻子了，我是不是得喊你玉成了呀？我话未说完，他脸色一沉，以米尽收，冷冷训斥，没规矩。我微微笑着的脸就那么僵着，看他转身甩袖离开，不知所措，却原来不是我不识规矩，而是他的名字我不配喊。我丢了魂般往后退几步，素儿扶住了我。书房内是不堪入耳的说话声持续不断的传出来，女子不一的娇嗔。最后一次啊，今晚都已经3次了，几次都不够。又是一声讨饶的笑声，抱着美娇娘不去伺候找把我掳来，可是认为我才是你的新娘，你说呢？高玉成一边忙着，一边略喘压抑的声音传入我耳中，我的脸热得足以烤熟，瞎子心中却仿若被浇了一盆冰水般寒彻骨。你知道的，我一直都心愿于你。他某方面正用着劲说话，便带着停顿。我不得不娶她，但我的洞房花烛夜该与你在一起。雪竹，得亏你没有拒绝，否则我不要独守空房了。雪竹她那个属下竟是个女的，难怪声音这般熟悉，原来是她。我一阵怒眩，早该察觉到，明明她比其他男子矮小许多，嗓音也尖上不少，而且高玉成的眼光总是时不时瞥向他，是向着他听他的主意。你放心到死，他都不会有我的孩子。再有半年，侯府会消失，他也会消失，你会成为将军府真正的主母。雪竹似乎叹了一口气，埋怨道，我一直当你是好兄弟，你去。却话锋一转，语气稍显冷淡，若是你背叛我，便再见不着。后面的话似乎被打断。高玉成气恼得狠狠用着力，嘴里却又是红又是保证，你知道的，我娶她。不过因为他家世庞大，好摆弄如今正是需要他家助力之际，此生我只会有你一个真正的妻子。你且看着我恨得近乎咬碎，满口银牙，差点就忍不住要破门抓奸，内心的理智终究占了上风。素儿担忧的扶着我，是我先回去再说。回了婚房，素儿安静迅速的给我换下打湿的衣裙，收拾一番，不留痕迹，外头依旧电闪雷鸣。我整晚彻夜难眠，脑海中尽是高玉成徘徊在耳旁的话，那些的话就像利刃一样插入我的心中，难受的令我窒息。他只承认于雪竹是他的妻，洞房花烛图留我独守空房，只为与他所谓的妻子洞房。我不会成为他真正的妻子，更不都会给他生下孩子，侯府会消失。我攥紧颤抖不止的双手，稳住目眦欲裂的狰狞表情，恨到极致，两行清泪不知不觉间模糊了席枕。素儿叹气，替我轻柔擦拭眼角揉上，安抚我，侯府为何会消失？如今爹娘俱在，爹爹好好的坐着，兵部尚书和娘亲恩爱如初，听他之意，难不成要对侯府下手？得好好调查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，既然体不人变，莫要怪我不义。素儿敬茶后，你去办件事情，心腹一早起来是要敬茶的，高家只生个寡母，外带一个寄居的表小姐。我收拾了一番，直到看不出昨晚的痕迹才出个门，行至半路遇到高玉成，他脸色自然，眼角眉梢甚至带着一丝喜意。看来昨晚他春风得意了一个通宵，我又想起他的那些话，眼角的恨意差点掩盖不住，连忙垂收敛下，袖子里的手却死死地握成拳状，抑制不住发抖。夫人来了。高玉成止步，我努力稳住脸上的表情，轻轻颔首上前，跟在他身后缓缓往宁安院而去。半途他却被人喊走，在他离开的方向是书房，心下了然。呵呵，我带着素儿去了宁安院，婆婆刘氏早已端坐上手，一旁还站着个容貌秀丽的28女子，是头几个月过来暂住的表小姐婆婆的侄女儿媳，给婆婆敬茶。我接过茶盏，垂手双手捧上茶水，略烫，但还能忍受。婆婆顿了片刻才嗯了声，单手握着喝了一口，迅速放下。继承心腹，今后当以侍奉夫君为主。盛挑食，据说你做的吃食她竟吃得上，今后你便多做些给她吃吧，顺带也孝敬孝敬我这个婆婆，也是你的福气。
从身旁丫鬟捧着的托盘中取过一个碧绿色的镯子递给我，我双手接过，多谢婆婆儿媳听命。我也给了若若姑娘一个镯子，她面色不太好看，不情不愿的接过去，许是不太满意的换了之前我为了高玉成定然百般讨好，单说头几个月送给她的礼物，就没有一个拿不出手。今儿个这个普通的镯子成色一般，她自然是瞧不上婆婆的脸色，也不是很好话里话外提点我。蓉儿，这是城唯一的表妹，日日捧在手心，若非城中一女在先，她也是当的我们将军府的主母的婆婆说的是儿媳会好好疼表妹的。见我似乎没听出她的话外之音，婆婆和若若姑娘相视一眼，脸色都很难看，可那关我何事之前，一颗心放在高玉成身上，接纳他的一切，故而忽略了他母亲的种种不满。如今看来，也是自个前头蠢送上门，任人羞辱。2年前七夕夜，我带着素儿贪玩回府，晚了，遇上歹人高玉成，英雄救美。当时我衣裳被撕破，他便带着我入了高府。彼时，婆婆满脸嫌弃的看着我，嘴里说着，这年头是个阿猫阿狗，都想要贴我们城，也不嫌骚得慌。高玉成忙解释，娘，这是永安侯府千金文华荣小姐，她不小心遇上歹徒，儿子恰好出手相救，婆婆姨这才扬起笑容。如此竟是我误会了，城还不带文小姐下去换身衣裳，可别被败坏了名声。原本我便爱慕上了高玉成英雄救美的英姿，此番得了他母亲的待见，愈发害羞，却不知这只是他从头到尾对我的唯一一次示好。我遇歹徒之事，最终还是传了出去。高玉成那时只是个6品招武校尉，爹爹看不上他，却也无法，只好同意我俩定亲。定亲后，我爹这边的势力自然而然开始倾向于他，加之他也的确有过人的本事，短短2年便升为3品怀化大将军。如今看来，哪有那般巧合的歹徒，恰巧埋伏在我回府的路途，又哪里有那般巧合的英雄救美？见我不识好歹，婆婆终于忍不住了。我原想着你是个懂事的，但到底年轻了些，事儿考虑不周成和。若若毕竟自幼长大，情分摆在那儿，若若如今双亲不在，我这个当姑母的自是要好好替她谋划谋划。嫁到别家，我也是怕委屈了，这孩子知根知底的不落，就给成仙做个贵妾吧。看吧，这一个礼物没有让他们满意，便借机给我抬贵气。即便我心里准备做得再好，此刻也深觉无语。哪家心腹才刚进门敬茶时，便要给夫君纳妾的，奈的还是贵妾当夫君的想着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取代妻子当，婆婆的想着让自己的侄女入主府内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还不是算准了。我不敢与爹娘诉苦，既如此，那便让谁搅得更浑浊些吧。我点点头，没做拒绝。婆婆说的是，若若姑娘与夫君的情分不比旁人委屈，谁也不能委屈了。她就是不知今日谈的妾，明日变丧夫，婆婆和刘若若会不会悔清了长子？只是这忽然间要抬表妹，会不会抬仓促了？若若柔弱上前软软道，能和表嫂做姐妹已是若若的福分，若若哪还敢求其他？这是怕我不答应了。我面上却越发为难看，在他们眼中，我便是似乎想着拖延后不了了之。话到这份上，婆婆干脆一锤定音，记住，如此，咱们择日不如撞日，便就今日吧。我只觉得从未这般无语过。夫君那边话还未完，婆婆一句话堵住城那边，自由我去说。若若先给你表嫂敬茶，便算作贵妾了姻，衣裳头面回头，我和你表嫂给你置办上。至于抬轿，总归就在咱们府中进出，便省了这个过场吧。这是怕我拒绝，也怕高玉成碍于侯府的面子，不能立马同意打定主意，先斩后奏了。若说，姑娘脸色不可抑制的得意起来，听，这意思是先做贵气，后面指不定才平息，不更可能是取我而代之。她自是欣喜的，我暗暗摇头，不止高玉成是从士兵堆里摸爬上来的婆婆，一介粗夫，不懂礼数很正常，却竟然不懂礼数。到这份上，那便有劳妹妹敬茶了。刘若若担心我反悔，很快捧着茶盏上来，我轻轻抿了一口，将腰间的玉佩赠与她，从今日起，希望咱们姐妹共同伺候好夫君婆婆，甚是诧异，没想到我居然如此好说话，那一肚子酝酿好的话语就这么堵在胸口，说出的话就变成了还是你明事理，不愧我作为将军府的主母城是个有眼光的。我柔和笑着，这潭水是越来越浑浊了。也好，浑水方好摸鱼，贵气一事已经过了我这边的明路，高玉成自然乐得接受，放下话，我婆婆安排便好，为抬高刘若若的身份，婆婆立马便安排了一顶轿子，把她接到了院子。午后，素儿借口我有几样贴身用的物件需要回头付取，下晌回来对我点头，我亲自下厨做了水晶糕点摆放好，拎着去书房澄清。这几日高玉成不必上朝，此刻正在书房，我刚入院子门口的小厮便进了书房禀报。高玉成柔和笑着抓过我的手轻喝，夫人辛苦，接个新婚第一日，怎么就亲自下厨了？没得伤了这双细嫩的手，为父心疼后面几个字他是贴在我耳边说的，我如针扎般一躲，顺带抽回手看，在他眼里便是害羞。我打开食盒，取出里头的糕点，多谢夫君体恤蓉儿不累。
这是我刚下厨做的糕点，之前你最爱吃了，我便做多了些来尝尝。我取了一颗送到他唇边，他俏皮一口含住，顺带含了我的手指，深邃的眸子一眨不眨盯着我。我眼角余光瞥到隔间屏，风动了一下，暗中冷笑，越发羞赧的低下了头，轻轻把我的手抽回，又取了一颗给他吃。夫君，今儿个客莫要忙活太晚。蓉儿，在房中等您。越说到后面话越小声，他含笑吃下打趣，我夫人可是想念为夫了。我点了点头，垂眸轻声道，他爽朗的笑了，目光仿若不小心瞥过一旁的屏风，我眼角余光看到屏风又动了，他双手置于我肩膀，柔身安抚，夫人莫急，来日方长。最近西域国蠢蠢欲动，皇上让我拿出作战方案，故而为夫最近都会很忙，你若无事，可多去陪陪母亲，或者让若若陪你，等忙过这阵子，我再好好陪你如何？我假意沮丧的点头，那好吧，接着又扬起笑容，继续捻了个点心给他，诺张嘴，他很配合，我足足吃了4个，1小盒，我叮嘱他可切莫饿着肚皮哦，我多做了几盒就留在这里了，你想吃便吃，把吃完的那个空盒子收走，带着素儿，在他笑盈盈的目光下，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书房，而后目光渐渐转冷，盒子找机会烧了吧。素儿称是。好戏即将开始，傍晚去给婆婆请晚安，恰逢婆婆用晚膳，便喊了我伺候婆婆，沉着脸依然不苟言笑，她大多数是这般，即便是我们定亲后，她也没再给过我好脸色。之前我以为这便是她的性情，可自从若姑娘来了以后，她也是会笑的。就好比如今她和贵妾若姨娘一同坐在一块用膳，而我被她喊了，站在一旁伺候她用膳。跟我说话时，她的语气老沉而不悦，可转头与若姨娘说话时，她变成了慈眉善目的好姑母。我眼神平静地留意着她的目光，见她想要吃的便给她加上，不想吃的便略过。她需要水，我给她双手捧上，见刘若若那边不知从哪下手，她又努了努嘴，看看若若想要吃什么，也给她加点吧。若柔温和笑了，垂眸时眼底满是嘲讽，谢谢七姐姐。我握着公筷的手顿了顿，换了个方向，给她加了一口酥脆鸭，正是给妾室夹菜，我也是头一份了吧，不过没要紧，也就这一次了。她蹙眉轻轻把它夹出来，放到碟子里挤，煎酥脆鸭油腻肉。若不爱吃又嘟囔，还是表哥细心，他就知晓我不爱吃这个哟，还给我装上了吃不死你。婆婆宠溺的看着他笑，你呀，这般可人，你表哥又岂会不疼？若姨娘不屑的瞥了我一眼，那意思是跟他斗，我还没资格。我面带微笑，笑吧，晚点就笑不出来了，伸手样样给他加了血。若姨娘来京城不到半年，听闻府中厨子来自川州，色情香味皆美，便样样尝尝吧。喜欢的我再给你加多些，撑不死你一声若姨娘。刘若若顿时脸色黑了下来，婆婆去了我一眼，张口就道，蓉儿，不是母亲说你在娘家没吃苦许多事情没学到，如今进了高府，万事须得学着点来，你一下给若若加上许多，若若还小，她一张嘴倒是如何吃完，少不得浪费，下回可得耐心点，时日久了，自然就知晓若若的喜好了，不找急。这意思是今后还想我来伺候这位若姨娘，只可惜她没这个福气了，当真颠倒顺序，将宠妾灭妻发挥到极致啊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我便不再愧疚。我唇角保持微笑应声，生事继续给他布菜，用过膳后，他终于大发恩典，你也该饿了，便趁热吃了吧。我含笑谢过婆婆，嘴里吃着已经没有了温度的菜肴，内心百转千回，冷笑不止。若姨娘柔声道，姑母，若若陪您去走走吧，也好消消食，夜里睡得更香甜。说是消食方向，却是往书房去的，可惜了，今夜势必无法如他所愿了。不知道他们能否看上那份好戏。我轻轻擦拭嘴角，锁耳密。病人进来收拾了，陪着我往回走，就当消食。没走几步，便遇上了满脸泪水的若姨娘，以及脸色铁青的婆婆。哟，这么快？看来那头正是进行到深处，被小叔赶出来了。小叔终虽这个侍从，却懂得拳脚功夫，又是高玉成的死忠仆，从有雪竹在这当口，又怎会让两人进去，败坏他的好事？枕边风是最好吹的。我加快了脚步，迎上前去问婆婆，若强，这是怎的了？婆婆瞥了我一眼，沉声道，无事，你回去吧，是那儿媳便回去了。那头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传到了我耳边，若姨娘扶着婆婆消食，不知不觉走到了书房，远远的就听到里头传来不堪入耳的声音。侍从小叔满脸通红站在门口，见着婆婆和若姨娘，便高声招呼老夫人，若姨娘来了。婆婆和若姨娘尚未开口，里头就扔下一句，让他们回去，我在忙。若姨娘还年轻，听得两颊通红，气得七窍生烟。婆婆是过来人，自然知晓里头正在上演的是河西马。儿子既然这般说，自然不能在这当口夸他兴致，便拉着若姨娘往回走。若姨娘一个劲骂着红妹子，星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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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星号星号，婆婆脸色也不太好看，猜测究竟是哪个星号星号星号的丫鬟。素儿说完，脸上依然保持笑容，我盯着桌上的漏斗，算算时辰，该差不多了。素儿进来在外耳旁小声道，刚收到消息，都已安排妥当。
半个时辰后，小叔面色惨白的飞奔过来找我，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，您快去书房看看我。缓缓训斥，慌什么天，他下来也不能乱了规矩，好生说清楚究竟发生了何事。小叔满脸通红，额头冷汗直冒，话都快说不清楚了，急得舌头直打转。夫人小的也说不太清楚，您夫人去书房瞅瞅就知晓了。我面露疑惑，招呼了素儿，风风火火往外头走。小叔抹着汗水，怯怯跟在后头，许是得了小叔的令，书房门口安排了2人守着门，是关着的。我去到时，里头的于雪竹正被一具赤裸的身子压在身下，成一个怪异而令人面红耳赤的脚步。他已经昏了过去，人事不省，而上面的男人正是高玉成，也早已昏了过去。不知情形如何，我一见便气急攻心，大受打击，气急攻心的晕了过去。苏儿急忙扶住我，气急败坏，对小叔道：“还不赶紧命人找大夫！”小叔叫苦不迭，明明是喊我来处理事儿的我，北京也晕了，这下事儿越发乱了，已经派人去请了大夫，还未到，素儿又吩咐他即刻去请老夫人来主持大局。小叔此刻哪还有主意，素儿说什么便是什么，老夫人来到的时候，气得直捶胸口，咬死狐狸惊骇人啊！一同来的还有若姨娘，周遭被灯火照亮，映在她呆若木鸡的脸上，整个人都被震撼到了。她翻了翻不可置信的双眼，软倒晕了过去。老夫人忙让人把她扶下去歇息，焦急的询问大夫呢？大夫找来了没有？小叔不在，也帮忙去找大夫了。一个小厮就来禀报，派去找大夫了。许是天色已晚，找了一圈还没找到呢，那就赶紧派更多的人去找，务必立马上给我把大夫找来成。要是出事，我拿你们试问，还不赶紧去吓人？忙不迭再派更多人出去找婆婆，急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。头焦急的来回踱步，猛然间像是想到什么一般，抓着一个小厮就问：“看到夫人了吗？夫人去哪里了？”小厮指了指旁边的偏房夫人，气晕了，被素儿姑娘扶到了隔壁婆，不急的直拍胸脯，根本无法静下心来，嘴里吼着，关键时刻便靠不住，当真没用，还不赶紧去把她喊醒，喊不醒就用水泼醒碗，都这样了，他就只会扯后腿。素儿在旁边守着我见，丫鬟当真抬了一盆水过来，却不敢上手，泼冷冷扫了一眼，轻声喊我良久，我才悠悠转醒。素儿扶着眼眶通红的我出去，我抹了抹眼角，急切问婆婆：“夫君他如何了？”婆婆不正急的嘴角都要冒泡了，抓着人就让去找大夫。见我病恹恹出来，满脸嫌弃的扫了我一眼，不满地道：“遇事就晕，还当你是个能当大任的，还不赶紧回侯府找亲家，让亲家带上帖子去找个御医过来。”我心底冷笑，还真是使唤的顺手。爹爹是侯爷，还是兵部尚书，他老人家一封帖子过去，太医院的御医还是很容易找来的。出了这种事，若是高玉成还清醒是绝技，不会让人这般做的。将军马上疯传出去，今后还如何在朝堂立足，更谈和行军打仗？婆婆不懂，我便装作不知情，已经过了最佳时机，即便天王老子来了，也难以。妙手回春御医是要请的，还得请张御医。我红着眼眶，连夜回了家中。娘亲大惊，这才成亲第1日，便在夜间赶回来，担心我出了何事，我扭头在一旁不回答。素儿1:51时禀告娘，心急的直喊我的亲娘嘞，怎么就发生这般不堪之事？我去找你爹，连忙亲自去书房喊爹爹取了名帖，让人带去宫里，请御医又担忧的把我搂在怀里，我可怜的闺女这才成亲第1个晚上作孽呀。爹爹脸色也很难看，我亲自过去看看，当着我的面打我儿脸，狂妄至极，安抚我一番，让我就在府中住下，我怎么能错过这番好戏？爹无法带上我回将军府，婆婆已经找着一个大夫了，只可惜是个蹩脚的赤脚大夫，可不是所有的大夫都被引到京郊去，稀罕那株大如华盖的灵芝了。回到将军府时，婆婆吃人的眼神在看到爹爹后立马收了起来，尴尬笑着迎上来，眼神四下张望。亲家，您来了，那个御医呢？爹爹好歹是侯爷，婆婆敢拿捏我，却不敢给爹爹脸色。爹爹脸色不太好，打定主意给我撑腰，已经派人快马去请御医了。这才新婚第2日就敢给我女儿脸色，亲家母，你就是这般对待我捧在掌心长大的女儿的。听说已经去请御医了，婆婆顿时松了一口气，听到爹爹后面的话，连忙摆手否认，哪敢呀，我可是当蓉儿是亲生女儿的，对吧？蓉儿，我内心嗤笑，是打定主意，我不会当众落她的脸，的确还不到时候。脸上满是担忧的问她，婆婆夫君他如何了？她这才想起高玉成还没脱离危险，眼泪顿时流了下来。找了个大夫，说是没办法，我爹在门口踱步，他想进去看看，又碍于里头还有个于雪竹，我让素儿把小叔喊来，把于雪竹与高玉成的事情问了个清楚。这时里面忽然传来一声尖叫，啊！我唇角不着痕迹勾了勾，很好，于雪竹终于醒了，只可惜怕是醒了，比不醒还糟糕。玉成，你醒醒！他哭着喊道，光裸的身子不停扭动，想要从高玉成身上下来，却似乎察觉到什么般，忽然白了脸，再不敢动分毫，眼神惊恐的扫视周边。婆婆一听不太妙，也顾不得别的了，推开门就进去。婉儿，怎么了？
玉成，她没气儿了，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吼。来自婆婆的婆婆颤抖着把手伸到高玉成鼻子下面，良久，双眼一翻，约了过去。我眼神示意，素儿上前去扶老夫人坐在一旁，又按了她的人中。婆婆终于悠悠转醒，恰好张玉一匆匆赶来，婆婆上前便要去拽玉一的手，大夫，快给我看看，一定要救活她呀！我求求你。玉一皱眉点头答应的同时，不着痕迹的挥开她的手，却脸色凝重的看了一眼就摇头，已经没气儿了，我试试给她扎针，若是能醒来，这个可能性极小。说是不能还请节哀。婆婆又要嚎啕大哭，爹爹不耐的让人拉开，她在阻碍玉一，只会越发拖后腿。一句话将婆婆还要出口的话语补得死死的。玉一在高玉成身上扎了几针棉，勉强让他抖了下，却又回归平静，不过于雪竹却能动了。她迫不及待的从床上爬起来，穿上衣裳，玉一出来对婆婆摇头，对不起老夫人。张某无能为力。我一听，立马再次欲晕，绝对。做完后，我爹伏在一旁歇着，无语凝噎，眼泪直流，一双耳朵却竖得高高的眼角余光也看着事情的进展。婆婆哪里肯放玉一离开，哭喊着抓着她的衣摆哀求玉一，求求你，老夫求求您再给看看吧，我儿要是去了，可叫我怎么活啊？玉一不耐地扯开她的手，快步走了出去，暗暗觉得晦气。想不到高将军战场上英明，却以这般丢人的方式死了于雪竹想要悄悄离开，却被婆婆发现，立马让小树按住了她，上前抓着她就是一顿撕扯，头发大把脱落在地，脸上也被挠得血迹斑斑。都怪你个死狐狸精，要不是你，婉儿又怎会死？我打死你个星号的星号，打死你个星号于雪竹虽是高玉成同僚，奈何只懂一些拳脚功夫，之所以被高玉成另眼相看，一则他娇憨果敢的脾性符合他的胃口，二则他女扮男装与高玉成整日相处，偶然间得知他竟是女的，倒别有一番趣味，久而久之便对他动了心。这也是刚才趁着等待御医的期间，我从小叔那里问来的。此刻高玉成已死，小叔也满心悲愤，暗暗责怪于雪竹。要不是他死命勾引将军，将军岂会折在里头？被小叔压制着的于雪竹压根没有反抗之力，原本就被高玉成折磨得不轻，这会儿更是被婆婆打得奄奄一息。婆婆完全没了理智，不解气的拔下银簪，就一阵乱戳，边戳边骂，那些话实在不堪入耳。于雪竹好歹是于侍郎的亲妹子，于侍郎那边不知怎地收到消息，赶过来时，于雪竹已经被打的只有出了气没有进的气了，浑身淤血，立马怒气大发，一脚踹开婆婆，让人赶紧请大夫来。御医才走到半途，又被人追了回来，认命的给于雪竹检查。于是郎虽说只是个侍郎，但他的妻子却是当今瑞亲王的嫡女骆郡主。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只可惜婆婆下手太重章，御医直摇头，别的都好说，只心脏这边还有他欲言又止，眼神扫了一眼于雪竹的下身，不言而喻。于是郎目眦欲裂，恨不能当场一刀子将婆婆捅死，就一点办法也没了。于是郎语气哽咽，不死心的追问，一双眼睛像染了血斑，通红至极。张玉英摇了摇头，高价算是彻底完了，同情的看了我一眼，昨个成亲，接个丧夫，还是以这种方式当真，令人唏嘘不已。就在此时，若姨娘也醒了，跑出来一看，顿时一阵干呕。我蹙眉，脑海中似乎闪过一个念头，很快被我抓住了。看若姨娘这模样，莫不是有了星号的高玉成？若当真如此，死的一点不冤。我红着脸站起来，伸手去扶刘若。若姨娘，你没事吧？婆婆顿时脸色大变，不敢看爹爹的脸色。爹爹脸上盛怒，紧紧盯着婆婆问，亲家母，你不给我个解释？婆婆眼神躲闪，言语不太自然地道，那个蓉儿她大度。她接着主动说，批成纳妾的对吧？蓉儿又是这般想要让我背锅，只可惜今非昔比。我红了眼眶，委屈道，婆婆，是您说她是您唯一的侄女，若非夫君钟情，蓉儿在先，若姨娘便是将军府主母，也是当得的所，以便先让她做个贵妾。在场众人大为震惊，想不到将军府还有这等内情。婆婆当即忍不住呵斥，文华容你，我爹甩袖怒横，本侯竟不知我堂堂永安侯的女儿下嫁给个三品怀化将军，次日亲家母便给他添堵。早知这般，本侯氏万万不会把我的宝贝女儿嫁过来，受此等不公之罪。若是本侯没有记错，你娘家哥哥嫂早已死在流民手中，一个一无所有的孤女，又何来资格做将军府的主母？爹爹又气急败坏的指着被穿上衣服抬出来的高玉成，以及死不瞑目的于雪竹，满脸怒火训斥，还有这是成亲第一日该发生的事吗？既与别的女子有了瓜葛，又为何来招惹本侯的掌上明珠？若姨娘又干呕了下，我诚恳的请求张玉一给她看看。若姨娘似乎想到什么般，忙不迭摇头，我无事，就是瞧不得如此血腥的场面。她捂着胸口躲远了些，可我又怎会就此放过你呢？我给爹爹示意，爹爹不情不愿的让张玉一给若姨娘看看，说姨娘一直闪躲，要是这般还看不出问题，就有鬼了。
婆婆不可思议地盯着若姨娘问，若若你可是有了？一听这话，我似乎饱受打击，脚步不稳地往后倒去，素儿及时扶住我。夫人，我爹气得破口大骂，来人抓住他。张玉一赶紧给他查查，我倒是要看看你高家做多少对不起我女儿的事儿。按照我爹的性子，以往是断然不会这般当众让人看我的笑话的。刚才我给他使过眼色，他心知必然还有其他内情。张玉一本就是个颇为八卦的我爹的令下，他便上前抓住若姨娘的手检查。这一查，面色越发精彩纷呈，欲言又止地看着我爹。爹挥了挥手，让他尽管说，这位姨娘已经有了1个多月的身孕。什么？我爹暴怒不止，星号的高玉成婆婆此时又是惊惧又是惊喜。惊惧的是我爹的怒气，似乎下一刻就要把高府荡平；惊喜的是高玉成死了，却给他留下了酸。我遭受如此一番打击，眼眶红得吓人，浑身颤抖着，眼泪扑簌往下掉，万分委屈，看着我爹女儿，不要再待在高家，疼得把我抱在怀里。乖女儿，有爹在，莫怕，即便他们想留，也得看他们能否留得住。有了前头的一大波铺垫，碍于我爹的威严与怒火，加之若姨娘有了身孕，婆婆，我连挣扎都没，很快便出具了放弃书。至此，我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来，心如死灰，伤心至极的跟着爹回了侯府，其他实在管不着了。后面的事情是素儿告知我的，有张玉一这张大嘴巴不出2日，整个京城就传遍了高玉成与于雪竹之事，大街小巷议论纷纷，有羡慕于雪竹女扮男装做属下，最终博得高玉成这枚将军的心的，也有鄙视于雪竹说他有伤风化，想必早已看上高玉成，可惜容貌只能算得上成并不拔尖，便剑走偏锋，果真博得高玉成的欢心。更多的人不耻他，一个女的故意女扮男装混入军营，就是为了勾引男人连累的高玉成死于马上风，他自己也被刘氏弄死，可悲可叹更可怜。于是郎无端被刘氏弄死，妹子本就火大，外头传言还将他妹子点得要多见有多见，认为外头对于雪竹不利的传言定是刘氏散播出去的，气得将高玉成留下来的那为数不太多的铺子，一个个暗中毁的毁，吞并的吞并。很快高府便保不住，我借口回去找丢失的玉佩，带着人进了高玉成的书房，最终从他屋里翻出一封与西域国勾结的书信，把他交给了爹。我爹也没闲着，将于侍郎的事情收集到一块斗，露出来道：于侍郎仗势欺人，私吞他人财产，于侍郎被削去官职，算是报了他纵容自家妹子破坏我的亲事一事，又将那封书信暗地里给皇上。这之后的事情我没再插手，自有弟弟安排高府的消息再次传来，是2个月后，据说若姨娘悄悄卷了多余的钱财，跟别的男人跑了路，不知去向。刘氏气得双眼一翻晕了，待醒过来时，家中所剩无几的家产也被人搜刮一空，一无所有的他只能找了个碗一路乞讨，据说是往老家的方向而去，却在半路被人杀害。经此一事，虽说我成亲便和离，却也脱离苦海。今后的日子，我更多的将重心转移到打理自己曾经的嫁妆和产业上。爹娘担心我多想，倒也没有拦住我，却不想我越打理越上瘾。几年后，我遇上自己人生中的另一名伴侣洞房花烛夜，他将自己的一切与盒子装着，双手捧到我面前，包括我在内，所有都交给夫人打理。